嘿，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巴菲特，他这个人简直就是投资界的一个传奇。今天咱们就借着那本讲他投资人生的书《滚雪球》，好好挖挖他脑子里的那些投资智慧。先来个小选择题，假设有2只股票，A 股过去1年涨了 50%， 每天都有无数专家在推荐。 B 股呢，过去1年跌了 20%， 压根没人搭理。可这公司账上的现金比它现在的股价还高呢，你会选哪一只？估计不少人会冲着 A 股去，毕竟追涨杀跌是咱们的天性吗？但巴菲特呢，还多半会毫不犹豫地选 B， 这里头就藏着他一辈子的投资逻辑。在他看来，投资可不是碰运气赌博，它更像是在给一家企业称重，看它到底值多少分量。今天咱们就一步步拆解巴菲特的投资体系，从他的理念到具体方法，看看他是怎么从当年的区38美元的股票滚到今天身价1000亿的。巴菲特9岁那年在院子里滚雪球的故事，其实早就预示了他对财富的第一个认知。财富的增长靠的是复利，但更重要的是他很早就明白了，这雪球啊得在湿雪和长坡上滚。对投资来说，湿雪就是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企业，长坡嘛就是时间。这个理念的形成跟他小时候的经历密不可分。1930年，巴菲特出生在美国奥马哈，他爸爸就是的股票经纪人。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巴菲特从小就对商业和财富充满了好奇。6岁那年，他就从爷爷的杂货店里批发可口可乐，一包赚5美分。这小小的生意已经显露了他与生俱来的商业嗅觉。他还会在小伙伴里组织各种小买卖，比如卖爆米花，或者收集2手高尔夫球再卖出去。这种对赚钱机会的敏锐捕捉，让他很早就懂得每一笔交易背后的成本和利润关系。就像他卖口香糖时，因为他知道包装完整能减少损耗，确保利润最大化，这就是他对价值最原始也最深刻的敏感。后来他读到一本书，里头有句话说，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这句话彻底触动了他。1000美元如果每年能涨 10%，25年后会变成10800美元。这个发现让他坚定了通过投资积累财富的信念，也让他明白了投资的关键，让钱生钱的速度超过你花钱的速度，而不是一味追求短期的快钱。有人觉得100块钱不值一提，可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年化 10% 的收益，坚持30年，这100块钱就能变成1700块。但可惜的是，大多数人要么嫌慢，要么把钱花在那些不能给自己带来更多收益的地方。就像有的人宁愿花5000块买最新款的手机，也不愿意拿出1000块钱去做投资。这本质上就是对价值的敏感度不同。11岁时，巴菲特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股票投资。他把自己攒的钱拿出来，以每股32美元的价格买了3股城市服务公司的优先股。他谁知道股票买入后就开始下跌，他姐姐多丽丝每天在他耳边念叨，又跌了，这让巴菲特压力山大。终于等到股票回升到40美元时，他赶紧卖掉了，只赚了5美元。结果呢，如果他当时能再多一点耐心，本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这次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在投资中耐心和对企业价值的判断有多么重要，也为他日后长期持有优质股票的策略埋下了伏笔。1947年，巴菲特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财务和商业管理，但他很快就发现学校的课程满足不了他对投资知识的渴望，于是转学丧地拿到了经济学学士学位。之后他申请哈佛被拒，转头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在那里遇到了他一生的导师，著名投资学理论家本杰明·格雷厄姆。巴菲特如鱼得水，系统学习了价值投资理论，
这成了他投资生涯最重要的转折点。巴菲特20岁的时候，投资了一家叫马歇尔威尔斯的公司，这是一家五金批发公司，当时股价是200美元，但每股的现金流却高达62美元，就相当于你花200块钱买了一个每年能赚62块钱的生意，3年就能回本。这就像有人用半价卖你一台印钞机，傻子才不买。这背后就是他从格雷厄姆那里学到的核心理念。买股票可不是买一串代码，而是买一家企业的一部分所有权。这就像你买邻居的便利店，你不会只看门面装修，你肯定会去算它每天的流水、库存和房租。股票也一样，股价的涨跌只是表面现象，企业本身到底能不能赚钱，到底值多少钱，这才是根本。他投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之一贝西欧时，发现这家公司通过邮购卖保险，没有线下门店，成本比同行低了 30%。 别人觉得这只是一家小公司，不值钱，但他却算清楚了，这家公司的赚钱能力被市场大大低估了。这就像用5毛钱买到了1块钱的硬币。后来GICO 成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核心资产。这就是买企业的力量。巴菲特和苏珊·汤普森结婚，婚后苏珊全力支持巴菲特的事业，让他能够心无旁骛地投入到投资研究中。1956年，巴菲特回到奥马哈，成立了巴菲特投资俱乐部，这从亲朋好友那里筹集了 10.5 万美元，自己也出资100美元，就此踏上了资金滚雪球的旅程。在这期间，他不断实践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理念，寻找被市场低估的股票，财富和投资声誉也逐渐积累起来。巴菲特的投资方法说白了就是捡便宜，但这个便宜可不是看股价时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他从格雷厄姆那里学来了3个核心工具，就像猎人的3把枪，帮他精准地找到那些被低估的企业。第一把枪叫做安全边际，简单说，就是用6毛钱去买1块钱的东西。格雷厄姆最强调的安全边际，其实就是投资的防护垫。比如，一家公司实际价值100块，你最好在60块以下买入。那这40块的差价就是万一你判断失误时的缓冲带。巴菲特买华盛顿邮报时，这家公司当时市值有1亿多美元，但他算出来公司的房产、报纸版权等资产，这之间就有着3亿美元的安全边际。后来，这本质上是市场终于认可了它真实的价值。这就像咱们买手机，官网价5000块，有人4000块卖给你，他保证是全新未拆封。这1000块的差价就是你的安全边际。在投资里，安全边际可不是胆小鬼的表现，它是让利润大概率能确定的关键。巴菲特始终牢记这一点，总是在寻找那些具有足够安全边际的投资机会。第二把枪叫做市场先生，别让情绪左右你的钱包。格雷厄姆用市场先生这个比喻，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很多人亏钱的根源。就像一个情绪化的邻居，他高兴的时候能把价格喊得老高，他恐慌的时候呢，如果你跟着他的情绪走，那你就成了被牵着鼻子走的羊。1973年美国股市大跌，很多优质公司的股价跌了一塌糊涂。巴菲特却说，市场就像个送钱的傻子，你要做的是在他恐慌时投钱。他当时大量买入股票，后来在牛市中赚得盆满钵满。反观现在，很多人看到股票跌了就赶紧割肉卖掉，涨了又急匆匆地追进去绑架了。再比如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所有人都疯狂追捧科技股，股价被炒到了天上。巴菲特却不为所动，他坚守自己的投资原则，因为他明白此时的市场先生已经完全被贪婪的情绪左右，给出的价格远远脱离了企业的实际价值。后来泡沫破裂，
那些盲目跟风的投资者损失惨重，而巴菲特却毫发无损，甚至还在市场恢复理性时找到了新的投资机会。在1968到1969年，美国股市经历了一段疯狂的上涨期，市场上弥漫着过度乐观的情绪，几乎所有股票都被大幅炒作。巴菲特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看到市场的非理性繁荣，认为风险正在不断积聚，于是逐渐清算了自己在公司的股票，成功躲过了1969年发生的股灾。而当1973到1974年股市陷入恐慌性下跌时，大多数投资者都在抛售股票，巴菲特却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大量买入了那些被市场错杀的优质股票，比如前面提到的华盛顿邮报以及其他一些基本面强大的公司。他坚信这些公司的价值最终会在市场中得到体现，而他也凭借着这次逆向操作，在随后的牛市中收获了巨大的财富。第三把枪叫做能力圈，就是说只在自己看得懂的地方打猎。巴菲特一辈子都没买过科技股，不好，但是他坦诚自己看不懂。他说，投资不需要天才，只需要在自己的能力圈里做事，知道圈外有危险就够了。他的能力圈是消费、保险和金融。比如可口可乐，他能算清楚全世界每天要喝多少瓶，这公司的护城河有多宽。巴菲特对自己的能力圈有着清晰的认知，他不会因为市场热点的转移而轻易涉足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就像他投资富国银行，就是因为他对银行业的业务模式、风险特征等了如指掌，这些都在他的能力圈范围内，所以他才敢于长期持有并获得丰厚回报。在科技股热潮兴起时，身边很多人都劝他投资科技公司，认为这是未来的趋势。但巴菲特不为所动，他深知科技行业变化迅速，技术迭代快，竞争激烈，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他更愿意专注于那些商业模式简单易懂、现金流稳定、具有强大品牌和竞争优势的传统行业公司。例如，他对可口可乐的投资堪称经典。他深入研究可口可乐的业务，了解到其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泛的消费者基础，而且公司具有强大的分销网络和稳定的盈利能力。基于对这些因素的深刻理解，他在1988年开始大量买入可口可乐股票，最终获得了巨额收益。这就像一个木匠不会去收飞机一样，不是能力不够，而是他知道跨界的风险远大于收益。普通投资者最容易犯的错就一窝蜂冲进去，结果往往成了隔行如隔山的牺牲品。巴菲特的投资哲学里，他有3个有点反常识的智慧，他们听起来简单，却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这让他在几次市场危机中不仅活了下来，还赚了大钱。首先是长期持有，时间是优秀企业最好的朋友。巴菲特持有可口可乐30多年，翻了30倍，持有美国运通50多年。他说，如果你不想持有一只股票10年，那就不要持有10分钟，而是因为优秀的企业会通过复利持续增长，短期的波动只会干扰你的判断。这就好比一棵苹果树，你不会因为它冬天落叶了就把它砍掉，因为你知道春天它会发芽，秋天它会结果。投资也是如此，会像苹果树一样，每年给你果实，给你分红，给你带来利润增长。时间越久，你的收获就越多。其次是逆向思维，也就是那句经典的别人贪婪我恐惧，别人恐惧我贪婪。1999年互联网泡沫最疯狂的时候，所有人都在买科技股，巴菲特却坚决不碰。他在太阳谷演讲时说，买股票不能只看别人怎么说，要看企业本身到底值多少钱。后来泡沫破裂，纳斯达克跌了 78%， 他管理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却几乎没受影响。反过来，2008年金融危机时，
银行股暴跌，没人敢碰，巴菲特却毅然买入了高盛50亿美元。他说，别人越恐慌，淘公司的价格就越便宜，这时候出手就像在百货公司大减价时买东西一样划算。这就是逆向思维的核心，大众的情绪往往是错的，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最后是风险控制。巴菲特老师格雷厄姆经历过1929年大萧条，所以教会了他一个撇律，投资的第一原则是不要亏钱，第二原则是记住第一原则。巴菲特一生都在避免永久性的损失，比如他从不加杠杆炒股，因为杠杆就像被汽车装了加速器和刹车，一旦失控就会车毁人亡。他买股票前总会问自己，如果这只股票跌了 50%， 我还能睡得着觉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他就不会买。这就像开车时系安全带，平时看似没什么用，但真出事的时候它能救你的命。巴菲特在投资生涯中始终将风险控制放在首位，每一次投资己不会因为一次错误的投资而遭受毁灭性打击。他深知只有在保住本金的前提下，才能实现长期稳定的收益增长。在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LTCM 危机中， LTCM 运用高杠杆进行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最终在市场波动中遭受巨大损失，濒临破产。许多投资策略因为盲目跟风 ECM 的投资策略，使用高杠杆参与交易，最终血本无归。而巴菲特却一直坚守自己的风险控制原则，远离高杠杆投资。他明白高杠杆虽然可能在短期内带来高额收益，但同时也会极大地增加风险。一旦市场走势与预期相反，投资者将面临巨大的财务困境。通过严格控制风险，巴菲特成功避免了在类似危机中遭受重大损失，为他的长期投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巴菲特的投资体系本质上就是一套对抗人性的弱点的方法。贪婪、恐惧、从众、短视，这些我们与生俱来的人性本能，恰恰是投资的敌人。就是用一套严谨的规则，让自己理性行事。第一，他拒绝市场预测，没人能准确预测明天的价格。巴菲特从不预测股市涨跌。他说，如果有人真能预测市场，那他应该早就成了世界首富了，而不是靠卖预测赚钱。他更关注的是企业未来5年能赚多少钱。这就好比农民不会去预测明天的天气，他们只会关心今年的土壤、种子和灌溉，这些才是决定收成的关键。试图预测市场短期走势是徒劳的，因为市场受到太多复杂因素的影响，根本无法准确判断。投资者应该把精力放在研究企业的基本面和内在价值上，通过对企业长期盈利能力的分析来做出投资决策。第二，他专注于内在积分卡，别被别人的评价左右。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有多棒，我自己知道我做得怎么样。他不在乎短期的业绩排名，也不在乎别人说他落伍了。2000年有人嘲笑他不懂互联网，他说，也不要精确的错误。这种内在积分卡让他能坚守自己的原则，不被外界的噪音干扰。第三，是复利思维。重要的是找到失血和长坡。对投资来说，失血是优质企业；对人生来说呢，失血是你的能力和人脉，长坡是持续学习和坚持。他从11岁买第一只股票，到89岁还在管理伯克希尔哈撒韦，这本身就是一场跨越7、8年的滚雪球。他的人生经历充分展示了复利思维的力量，无论是在投资领域还是在个人成长方面，只要找到正确的方向，持续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能收获巨大的成果。巴菲特的方法听起来好像很复杂，但其实普通人也能从中学习到3个关键点。
门槛不高，却能帮我们避开 80% 的投资大坑。第一个关键点，从理解企业开始。你不需要像巴菲特那样去读几千份年报，但至少要知道你买的公司是做什么的，它靠什么赚钱。比如买茅台，要知道它的利润来自白酒销售，护城河是它的品牌和稀缺性。买腾讯要知道它的收入来自游戏和广告，护城河是庞大的用户和生态系统。看不懂的公司，在决定投资一家公司之前，先花时间去了解它的业务模式、竞争优势、财务状况等基本信息。你可以通过阅读公司年报或者关注公司的新闻动态等方式来加深对它的理解。只有当你对公司有了足够的了解，才能判断它是否真正具有投资价值。第二个关键点，用闲钱投资，拒绝杠杆。永远只用3年内用不到的钱去炒股。这样一来，即使股价跌了，你也不用被迫割肉离场。杠杆就像给自行车装了个火箭筒，看似速度飞快，实则危险重重。巴菲特说，杠杆是会上瘾的，一旦尝到甜头，你就会想加更多。用闲钱投资，可以让你在面对市场波动时保持冷静，不会因为资金压力而做出错误的决策，而杠杆投资则会放大风险。一旦市场走势与预期相反，可能会导致巨大的损失，甚至让你倾家荡产。所以普通投资者一定要远离性投资。第三个关键点，保持耐心。巴菲特 99% 的财富都是在50岁以后赚到的，这说明投资不是短跑。如果你买到了一只好股票，就别天天盯着股价看，该上班上班，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就像他说的，成功的投资需要时间和耐心，往往最后都会亏钱。投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期望一夜暴富。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会有起伏，股票价格也会波动，企业的价值最终会在股价上体现出来。所以投资者要有耐心，坚持长期投资，享受复利带来的财富增长，从奥马哈的小院子一路滚到了全世界。而是一套清晰的投资逻辑，买企业，找安全边际，长期持有，对抗人性。对咱们普通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复制它的每一步，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诗学，也就是你能够理解的领域，以及属于自己的长坡，你愿意为之坚持的时间。投资的本质，用耐心去对抗本能，用耐心去等待价值。就像滚雪球一样，一开始它能很小，但只要方向对了，不停下来，终会越滚越大。你准备好开始滚自己的雪球了吗？